Okay, well, let's hold that idea and double click for us. 好的，我们先暂停一下这个想法，然后深入探讨一下1992年发生的事情。Broader world at large met macro trading. 那可能是宏观交易最广为人知的时刻之一，也是你德鲁肯·米勒和索罗斯一起击溃英格兰银行的事件。这确实是一个了解所有这些事情的有趣窗口，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，以及你对英国的新现实有什么看法？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美国的情况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案例，它也涵盖了3个维度。我当时是分析师，斯坦是投资组合经理，而索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是风险经理。我当时在负责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英国办事处，我突然有了灵感。我认为关键点，或者说我与众不同的看法是，英国当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房地产繁荣，而且当时的英国房贷没有长期贷款，都是浮动利率。所以英格兰银行在一个周三提高了利率，而你的房贷会在周五上涨。英国当时加入了汇率机制，他们需要与德国马克保持平衡，必须维持在一个区间内。我注意到，如果他们为了维持在这个区间内保护货币而提高利率，那是不可持续的，因为英国的房主将会破产。斯坦有一个很厉害的分析，他发现这个区间设置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对称赌注，因为我可以把他们推到区间的一边，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我推回到区间的另一边，这样我们只会损失 2.5%。斯坦讲了他的这个很棒的想法，然后他跟索罗斯说，我想这么做。索罗斯问他，你想做多大规模？他说大概是整个基金的规模。索罗斯听了脸色很难看，斯坦以为自己说错话了，他说为什么不做3倍的规模？总之当时的情况是，我们把英镑推向了这个区间的边缘。英国央行和政府不得不无限量地买入英镑，他们开始提高利率，那是1992年9月。最终他们无法承受高利率的压力，最终退出了。而这种不对称的风险回报是，我们1天之内就赚了超过 20%。回到斯坦的真正天才之处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玩过西洋双陆棋，但在西洋双陆棋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续的走法。所以斯坦还有我们赚了那么多钱，我们有点得意忘形，然后想下一步是什么，因为还会有后续的交易，后续的交易并没有被广泛报道。但我想我们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，在后续交易中又赚了 20%。 所以在那一刻，你真正观察到的是齿实体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与金融经济脱节，甚至可能是故意的脱节。我想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并且基本上使用了主街与华尔街这种说法。你如何看待目前2025年的情况？也许它与90年代初或者其他你大量交易的时期有相似之处。我觉得归根结底，不可持续的事物就是不可持续的。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是，大约18个月前，
我去见了川普总统，我认识川普家族已经30年。我和总统本人并不熟，但我还是告诉他，我想参与到竞选活动中来，因为我非常担心拜登政府在赤字和债务方面所做的事情，无休止的刺激，无休止的支出。而且我们是在经济形势稳固而且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无休止的花钱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我觉得这非常讽刺。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们会一直这样胡搞下去，然后我们就别无选择，只能增税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怪圈，变成某种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国家，一种萎靡的状态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在移民问题上也在玩花招，因为如果按他们公布的数字是1200万，川普总统说是2200万。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，我有点倾向于川普总统的说法，上届政府要让所有这些人越过边境来到美国，他们一旦来了就很难离开，因为这会引起太大的问题。但我喜欢专注于我的金融领域，所以金融领域的情况是，我们将走到没有回头路的地步，并将这些左派的金融价值观强加于这个国家，这样美国就无路可退了。在那段时期，公司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压制，而股票市场却表现得异常活跃，因为货币的供应总是充足的。货币总是会有点，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分配问题。回到你之前的问题，华尔街与普通民众的对立，前副总统哈里斯说要为中产阶级而战，这让我感到很抓狂，因为他已经摧毁了中产阶级，或者说这些政策已经有意或无意地摧毁了中产阶级以及最底层的50%的人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。因为购买力下降而通货膨胀上升。如果你没有资产的话，就会这样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认为人们不明白，如果你有股票、有资产，你的资产会上涨；但如果你没有资产，所有东西的成本都会上涨，但你却没有购买力，因为你的工资没有上涨。是的，而且不只是通货膨胀上升。如果你看看杰森·特里尼达讲过一个概念，我记得他称之为平民指数。在那个期间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了约22%，但平民指数上涨了30%到35%，因为收入最低的25%和50%的人群，他们的消费结构和我们不一样，对他们而言，通胀速度更快。比如二手车价格、汽车保险、房租、食品杂货等等。所以这不仅不公平，而且很不稳定。这造成了社会问题。不好意思，当你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记得斯坦在2023年夏天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。我想是2023年当时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然后情况又恶化了多少？持续了多久？我觉得当时的情况是，民主党人到处说那些大规模的支出法案是经济复苏所必须的。但我认为在2021年3月份2021年，经济并不需要救助，它已经在复苏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些都是超大规模的救助方案，甚至连劳伦斯·萨默斯，我记得劳伦斯·萨默斯和保罗·克鲁格曼之间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。萨默斯当时好像说这个支出法案太庞大了，至少比合理值超出了9000亿到1万亿美元。然后在2022年或2023年的夏天，美联储的反应非常迟缓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。想象一下，收入最高的10%的人拥有资产，股市一片大好，而你属于收入阶层的后50%没有任何资产，却背负着债务，信用卡账单高涨，房贷难以承担，买房几乎不可能，房价因新冠病毒而飞涨。这确实终结了美国梦，而我们一直在承受这些分配效应所带来的影响。斯科特，你认为今天的美国梦是什么？
我觉得美国梦和过去一样，二战后90%的美国家庭的孩子都比父母挣得多，现在大概是一半一半。美国梦就是拥有住房，有经济保障，生活相对舒适，做着有意义的工作，能够养家糊口。能够不用打2份工。我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过一次讲话，就在1-2周前，前副总统彭斯想来笑话我，因为我说美国梦不是建立在廉价商品之上的，他说不，美国梦就是建立在廉价商品之上的。我只想对彭斯副总统说，这种何不食肉糜的经济政策不是人们想要的，他们不想要来自中国的小玩意儿，他们就像以前一样，生活有前景，有希望。人们想要进步。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乔纳森·海特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研究，他认为幸福感是通过你每年净资产或收入的变化来衡量的。所有这些社会经济调查都指出，一个人收入的绝对值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感觉自己在生活中有所进步，有所提高，这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。我想知道，我很想听听你们对此的看法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是否创造了一个体系，那就是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套房子，这就是美国梦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人们将大部分净资产投入到房产中。我认为中产阶级60%的净资产都与单一资产捆绑在一起，然后为了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进步，我们建立了一个贷款体系以及某种经济和财政政策体系，最终推动房价逐年上涨。而现在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房地产泡沫中，大多数人甚至买不起房。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？这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梦的走向？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稀缺性，因为你刚才说的情况，在旧金山就存在非常严格的分区法，导致房屋资源稀缺。如果你考虑常春藤盟校的教育，突然间你让很多人都能接受常春藤教育了，你引进了国际学生，但是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授予的学位数量可能和20世纪50年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，所以你制造了对稀缺事物的需求，从而导致了这种焦虑。而且我认为这造成了一种绝望感，因为如果你是一名学生的话，我永远都还不清我的学生贷款，我永远都买不起房，我也看不到我的收入能增长到让我有能力负担这些。而且，所以放松管制是解决方案吗？这就是答案吗？首先，这是个数据问题，因为对于政府来说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，我认为如果说川普2政府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他们更清楚，这些数据不像其他政府所声称的那样可靠，那些政府以这些数据为由，随心所欲的花钱，为所欲为。所以这就像是我要做一件事，我只需要找到能够证明我的行动合理性的数据就行。但是这个故事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是，你相信 GDP 数据吗？你相信非农就业数据吗？你认为这些数据足够可靠，能让你代表美国采取行动吗？目前，你看，这些数据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大幅修正。我认为拜登政府犯的一个大错误，谢天谢地，他们犯了这个错误，就是他们拒绝倾听民意，他们盲目相信数据，而不是美国人民的真实感受。他们说不，这只是一种感觉，你们真的不明白你们过得有多好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。实际上，昨天在与媒体见面的栏目上节目时，有人说美国民众不相信唐纳德、川普在经济方面做得足够好。我告诉主持人，有一种人我是不会回应的，那就是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。我必须尊重民众的感受，然后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焦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那么 Ken 说到底，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焦虑？联邦政府可以控制哪些杠杆来释放一些压力呢？还有哪些市场功能需要理顺一下呢？
第二是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尝试做3件事。我觉得你们可能上周或者前一周也聊到过对那个3条腿的凳子理论。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，你对此理解得很透彻。我只是想稍微完善一下。我本来也想问这个的。好的，告诉我，我哪里说的对，哪里不对？你对所有事情都有相当的了解。首先，我们正在努力降低巨额联邦债务，削减开支，但要以一种可控的方式进行。你不能一下子完成所有事情。我不喜欢告诉别人。我与总统的私人谈话，但下面这一点我想说一说，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趣，而且这说明了他当时的想法。我第一次去见他，在海湖庄园见了他，我一进门他就问斯科特，我们如何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降低这些债务和赤字？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。我们如何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降低债务和赤字？我说，总统先生，这不是您造成的，我们的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回到长期平均水平，我们会慢慢的放缓赤字增长。这个长期平均水平是指赤字占 GDP 大约 3% 的水平。赤字大约是 GDP 的 3%到 3.5%。我一直在说，美国的问题不是收入不足，而是支出过多，因为我们的收入，我指的是联邦政府的收入，平均占 GDP 的 18% 左右，而拜登政府却把支出彻底搞乱了，把支出占比推高到了 25%。正常情况下，支出占比应该是 21.5% 左右。我们有 2% 的通货膨胀率，实际 GDP 增长率是 1.8%。所以名义 GDP 增长率达到了 3.8%，这样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